最后一秒反转曝光，谭松韵与侯明昊的万年爱情真相太狠，全网看完集体沉默。一部看似平凡却让人越看越上头的剧，很少有一部古装奇幻爱情剧能像这部由谭松韵与侯明昊主演的作品一样，开局不讨喜，中段不服输，越往后越让人上瘾。刚上线那会儿，节奏慢，铺垫后，观众以为又是老套路。大女主成长加奇幻虐恋加三生三世是循环。可谁能想到，随着一天3集，连续11天的高速更新，这部剧仿佛被按下加速键。当很多人准备弃剧时，剧情却突然反咬一口。它不是普通剧，它是反转机器。所有不起眼的伏笔，原来都在为最后的那一瞬间爆炸做准备。而观众到大结局才明白，他们的命运从第1集就已经悄悄扣成一个环。三生三世？不，这次的设定比轮回更狠更绝。观众原以为是三生三世的老桥段，第1是相爱，第2是劫难，第3是重逢。但这部剧真正的反转在于，红叶爱上的人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宁安也好，逍遥也罢，不是2个灵魂，而是同一个灵魂的破碎与重塑。所谓三生，不是3段人生，而是同一个灵魂被时间撕成3份，被命运迫着重新拼合。观众原以为他们是不断重来，重新相爱，可真相却残酷又温柔。他们从未停止爱，只是被时间逼得一次次忘记。泪晶、玉里泉与100年前的真相，所有温柔背后都有刀锋。万妖谷大战前夕，红叶突然失去全部力量，逍遥为了救她，只能开启光阴逆转，寻找红叶遗失的泪晶。然而真正的真相也从这里开始倾塌。玉里泉从来不是祝福，它不是长生之泉，而是妖族泪水累积成的欲望放大器。真正的妖泪是苦的，苦到足以改变命运。而更刺痛观众的是，100年前的宁安公主与红叶本是皇帝安排的联姻工具。皇帝觊觎玉里泉的力量，为了权力，为了永生，竟设计宁安亲手杀死自己深爱的红叶。那一刻，观众才明白，他们的悲剧不是天命，是人为；不是命运残忍，是人心把爱推向悬崖。逍遥的回归，带着前尘旧忆的吻醒妖王。当红叶被杀，元神散尽的那一刻，逍遥带着宁安的记忆重返100年前。他给红叶的那一吻，不是浪漫，而是跨越时间，穿破宿命的心碎与救赎。这一吻让妖王从沉睡中醒来，所有情绪在这一瞬间爆裂。他在追他，他在等他，他们在无数次的时间裂缝里找向彼此。这不是甜蜜，而是一种被撕裂后强行缝合的宿命。3大上古妖兽现身，力量、嫉妒与万年的旧恨。黑无解封印、穷奇、腾蛇、敖狠重现天日。他们强大到可以毁灭世界，却在看到逍遥与红叶并肩时爆发怒意。尤其是敖狠，他亲眼看见自己送给逍遥的手链出现在红叶手上，那是被抢走偏爱的痛，也是万年前悲剧的源头。逍遥只得再次穿越时空，回到更加久远的万年前，因为他终于明白，3大妖与红叶之间有一场被掩埋的往事。万年前的真相，偏爱是引发战争的火种。万年前那一世，逍遥是龙主，高高在上；红叶是弱小的人族皇子，妖族欺压人族。他们的爱情从起点就带着禁忌的火花。逍遥偏爱红叶，却也因此让敖狠的爱彻底扭曲。当敖狠发现他把礼物送给红叶，那种我被取代了的怒火瞬间点燃世界。与此同时，饱受屈辱的人族也走上复仇之路。红叶为了族人，为了力量，为了改变命运，不惜利用逍遥及其8大宝珠掌控玉里泉。最终的沙漠婚礼不是浪漫，而是血与泪的终章。红叶封印3妖，却被逍遥亲手杀死。那一刻，没有甜，没有爱，只有破碎的真相和无可挽回的命运。回到万年后，心结解开，却迎来新的背叛。逍遥回到现代，与3妖和解。本以为灾难已经过去，
但新的黑暗正悄然逼近，偏偏与秉烛陨落黑暗，三大妖惨死，秉烛吸收力量，攻入万妖谷。红叶与逍遥再一次并肩，战到最后一滴血。小木死去，只剩小明，那一幕让无数观众破防。然而，即便秉烛被带走，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代价总要有人承担。红叶的终极牺牲，把昆仑镜封进体内。为了世界平衡，红叶决定以自身为囚牢，封印昆仑镜。当它像光一样慢慢散去时，所有记忆涌回来，万年前的爱，100年前的痛，今生的等待。他终于想起，他爱的人从始至终只有逍遥，可这份记忆来得太迟，他记起他，却正要永远消失。这是最残忍的救赎，也是最美的诀别。当爱超越时间，就不会害怕追寻。逍遥翻遍所有古籍，寻找救他的方式，最终他选择再次逆转光阴。当他穿越那一刻，红叶含泪望他，那是一种明知会痛却仍愿相见的表情。他们相视一笑，仿佛整个时间都为此停顿。这一刻不是重逢，是命运终于松开束缚，爱情被折成一个莫比乌斯环。逍遥回到的地方，是第2级万妖谷的草庐。那张床垫，那片纱帐，不是偶然，是红叶在无数次穿越里记住的位置。原来他一直在等他。时间磨掉记忆，磨掉生命，却磨不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执念。他们的爱情不是线性，而是莫比乌斯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所有开始都是结束，所有结束又会成为新的开始。他们从未停止爱过，只是被时间分开，又被命运重新缠住。为什么结局让人震撼？因为它不是糖，也不是强行反转，而是真实又残酷地告诉我们，爱不是轮回，而是坚持；不是3生，而是一次都不能放弃；不是命中注定，而是自己选择。真正让人动容的爱情是，哪怕跨越万年，也能在废墟里认出你。最难的不是重逢，而是在一次次毁灭里仍决定相信。最后的思考，如果爱是循环，你愿意走多少次？大结局之后，全网沉默。有人说，这部剧告诉我，真正的爱是一次次在绝望里仍然选择你。也有人说，如果有人愿意在万年时空里找我，我愿意经历所有痛与劫。还有人说，这是互相救赎的故事，让我重新相信爱情。而你呢？如果爱可以循环，你愿意为谁再走一次？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这个故事也曾让你心痛、震撼、感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你最意外的反转是哪一个？你觉得结局是圆满还是残忍？如果你也在万年时光长河中，你会坚持谁？你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阅读。如果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与情感故事，欢迎点赞、关注、订阅，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更多让人心动、震撼、值得回味的故事。感谢阅读，我们下次再见。